大家好，我是云飞，咱也是手机稳定器的专业户了啊。主流的手机稳定器咱们都大家试过了，而这次我们提前拿到了大疆的新品稳定器 Osmo 7和 7P。且我认为大疆这次又准备不给友商活路了，整了很多新的功能，咱们也来一波首发，带大家来看看大疆新发布的这2款稳定器到底如何吧。首先，这是在产品形态上对比上一代又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新的一体式收纳三脚架，材质还是大疆一贯的风格，有一些小纹理不滑，是比较硬的高强度的塑料，这一块就不多讲了啊。OM7 和 OM7P 有3处的差异，一个是左侧边的控制区域，另一个是它们的手机夹具。再就是7这次没有延长杆的功能，但价格比上一代会更有优势，它的售价是549，是真的非常便宜了啊。而需要延长杆可以选择7P，大疆这次是挺良心的。然后就是这次的多功能追踪模块，功能很强大。OM7P 是默认搭载的，而 OM7如果需要也是可以额外选配，这点是挺好的一个点。和其他家的追踪模块不同的是，大疆的这个模块集成的功能更全面，不仅仅是追踪，还集成了灯光、收音、充电，所以我才会说这次是一个降维打击。就谁能想到，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它能有如此多的功能？那么我会把这次的视频分成2块，一块是 OM7 搭配苹果的设备，一块是 OM7P 搭配安卓设备，这也是我认为这2款产品不同的受众群体。毕竟苹果的接口大家调用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安卓在这一块一直是一个难点。虽然这次 DJI Mimo 在里面是可以强开 4K60， 但总归是没有直接使用原生来的好。而外接的追踪模块 OM7P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安卓的原生相机，发挥出安卓设备镜头的一个最大威力。当然，除了原生相机，这个模块还能搭配各种第三方的软件进行智能跟随，就比如说会议视频、直播、语音通话的时候。而 OM7 更像是把价格打下来的产品，我这搭配使用的苹果手机是13 mini， 而 OM7P 则是专业的手机拍摄的载体。在实际的操作对于老品 OM7P 和 OM7 升级了云台的结构，一步即可展开云台，在按下关机键之后，云台就又可以回到折叠的位置，就很方便，就可以完成收纳。然后现在也可以直接3击扳机键切换后置摄像头自拍了，再按一次扳机就是跟踪，画质和稳定的拍摄效果它都有了啊，这简直不要太好。而像切换横屏、竖屏各种模式，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次 APP 里面苹果镜头肯定还是满血的调用，安卓这边小米15可以直接强开 4K60 镜头，不过照片和视频都无法调用超广角，这个有点可惜。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OM7P 它的强大。特别是这个跟踪模块，我告诉你们真的很绝。它的4项主要的跟踪功能，我们逐一来演示。它的造型很像一个 DJI 的麦克风啊，前端是摄像头和灯组，右侧面是 Mac 的连接指示灯，左侧面是2个按钮，后侧是可以供电的 Type-C 口。这个按钮是锁定键，按下才可以和手机夹脱离连接。底部就是触点啦，手机夹它是有8个触点，也就是说模块正反都可安装，前置跟拍、后置跟拍它都没有问题。之后这个模块也不是7P 独享，7就是这个手机夹没有触点，后续也可以自己再单独购买这个跟踪模块。它的跟踪模块灯光是可以进行多档调节亮度和色温的，在偏暗的环境里面就有一个补光的功能，而且还有眼神光的奇效。而另外的麦克风和充电功能就需要 C 口连接到手机。多功能模块是内置的接收端，有线连接上手机之后，直接2边按配对键就可以直接配对上。而充电功能，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在外出拍摄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情况呢？那肯定是云台它还有电，但手机没电了。大疆是真的会啊，在云台开机或者关机的情况下，我们双击 M 键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的手机充电了，这个还是挺贴心的，就是一个云台的充电宝，这点挺好。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大疆的这个外置模块的跟踪效果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也是直接给大家上实际的一个测试，并且告诉大家对应的操作逻辑。那么我们开始。现在我来为大家演示大疆 Osmo 7P 它这个多功能模块的一个作用。首先我们已经连接了大疆的 mini 麦克风，然后现在这个收音，手机的收音是用的它，然后我们可以手持控制它开始录制，也可以控制追踪。首先我们可以比个耶，然后就是控制它开始录制。好，现在应该已经是开始录制了，然后我们可以手上来。
然后那个灯它会变绿，这个时候就开始跟踪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原相机来进行一个拍摄，并且进行一个跟踪，直接就可以无损的调用它的这个4K 60帧的一个视频能力。现在它也有一些别的功能，就比如说自定义构图，这个功能是需要我们开启跟踪之后，然后双手比这个8，它那里闪了这个灯之后，我们可以自己自定义去构个图，比如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大概1/3的位置，来，然后我们再开始，现在又开始跟踪，然后我作为主体会直接跟踪在这个1/3的位置。这在一些特别的这个拍摄里面就会比较的自由的进行构图，并且还可以跟踪，就比如说直播呀，就比如说会议呀。然后我们需要调整回中间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回到中间，再开始跟踪。哎，这就是它多功能模块在跟踪还有这个收音这方面的一块功能。然后我们现在结束掉，一样的是比页，然后结束拍摄。OK， 开始跟踪，开始跟踪了，然后在这边，然后快速的运动一下，到这里，再回来。OK， 没有问题。小鸡猫，铲步，再出来，没有问题。OK。我们移动一段，再出来，也没有问题，可以，挺好的，确实挺稳定的。然后我再试一下，看看它能到哪个角度。哎呦，哎，可以这么多吗？哎，大概这么一大圈都没有问题啊。就差不多360度了吧。好像270度左右吧。OK，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大疆又是在这一个品类里面发挥了它强大的整合能力，特别是这个跟踪直接上一个模块原生相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这也就意味着可以直接在直播软件里面实现跟踪，单人直播又可以有更多的功能，然后在配对了蓝牙之后，也可以实现控制原生的相机变焦，配合小米15，各个焦段也是可以直接4K 60帧切换，这点还是很香的。这次的这个手机夹有那么一点小变化，更不会压到机身的这个按键了，而且居然也可以强行上小米14 Ultra， 虽然调不平，但是也不影响使用，这个能力是非常不错的。而 OM7 配合苹果手机在视频追踪这次又升级了新的算法，在多人状态下跟踪是更牢固了，而且跟踪宠物也更强大。苹果手表的控制这次也是没有缺席，这个我们直接来看具体的一个演示，一起来看看大疆在这一块的表现。好，我们现在来演示DJI Mimo 它这个 APP 的多人跟踪的一个模式好，现在我们开始跟踪。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应该是牢牢的跟踪住我了，然后我们叫小伙伴过来，你们俩过来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个跟踪的灵敏度反正跟踪单人是肯定没问题的。然后这里我过来，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然后这边也没问题，然后我们再一起走，然后我再到这边，它也跟上了。这就是它多人跟踪的一个新功能也就是多人跟踪的话，它会跟踪的很稳很牢固，你看，然后我再到这边的车后面，然后我再消失一会儿再回来，它这都能跟踪得上，所以它在多人跟踪这一块它是有了大大的提升。靠近一点，然后我们一起移动试一下。走，好，它没了，然后我再出来看一下，哎呦，它还跟上了，而且它也可以开启手势跟踪的一个功能开启之后，我们只要手举起来，它那边
就会直接调用苹果手机的闪光灯，告诉我们现在开始跟踪，并且已经拍摄了。而且，咱们这个稳定器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红灯。这一块大疆是适配的是真的好呀，而且我们要结束的话也是同样手势上去，它这就结束了，真的非常的不错。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APP 里面的宠物跟踪，就比如说我这个小鸡毛，现在我们来框它一下，你框住它，定住。好，然后并且开始录制，这个时候只要我们的宠物都随便的走，它都可以跟踪得上啊。走。哎呦，可以的吧，小狗过来，然后再上来，小鸡猫来。你看这个宠物跟踪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大疆的 OM7和苹果手表它一个适配的情况啊。我们只需要使用苹果手表上面的这个 OM 程序，它会自动更新在这个应用列表里面。那这里，然后我们点击进入，它就可以和手表，它就可以和我们的手机稳定器进行非常快速的一个适配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画面。刘姐姐，你动一动，它几乎就是实时的啊，它没有什么很多的延迟。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跟踪，这就直接给跟踪上了。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录制，然后你可以动一动，可以左右跑，没关系，它都可以准确的跟踪上。然后我们在手表上面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览。我们把人物跟踪给关掉，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控制它。然后我们还可以控制它横竖屏的一个切换。现在我们是横屏，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切换成竖屏，然后也同样可以控制它左右。然后这个是回中，然后同样可以开始录制。在开始录制之后，它会稍微有一点卡顿啊。以上是 OM7的全部的功能，而续航方面，我实际使用这么久时间下来，它的电池稳稳高强度使用1天是没有问题，官方宣传是10个小时，这点无需操心。这个时候的 OM7系列，我愿称之为手机稳定器里面的 TOP 级，是真的很稳、很出片，功能很强大，智能跟拍简直就是当人拍摄的神器。而且手机 APP 里面也有很多模板，也有很多教程，小白用户还能直接跟着拍，是真的很贴心了。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里面要选择手机稳定器的话，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我都建议你去看看大疆的这代的产品，是可以作为家庭拍摄的神器，也可以作为创作者的工作搭子，是真的很不错。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这些视频，几乎是演示了它的全部功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长，但肯定是可以帮助到你，应该是可以戳到很多人的心的。我也会在评论区放个链接，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几乎没有缺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也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